突出的就是这个牛肉的嫩与牛肉这个的醇香，太棒了。它也是整个世界上第3大焦糖的穹顶。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热量更高的东西了。亲近自然，简单生活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露露和 Michael。我们崇尚极简生活，也喜欢探寻户外和未知的世界，分享我们最真实的体验。过去2年，我们背包徒步了300多公里，在帐篷里面度过了超过100个夜晚。我们也自驾3万公里，探索和体验了北美50多个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，记录了一点惊喜与感动。从8000公里北极之行回来以后，我们这次来到了加拿大的东部，来探访一下东部几个特色的城市，来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吧。今天是我们在加拿大第2大城市蒙特利尔的第2天，现在是早上差不多10点钟，我们刚起床吃完早餐，从我们朋友家出来。这身后呢，就是我们朋友他们住的这个街区。蒙特利尔这边的这个住宅很有意思，就是有点像这样的小房子，都是那种外形是 townhouse， 其实它每一层都是独立的一家，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是 townhouse 嵌套的公寓的这种房子，很有意思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经常在我们露营视频中出现的 Jason 跟 Karen？他们已经搬来蒙特利尔快1年了。这几天我跟露露就蹭在他们家住。今天 Karen 会开车带我们玩转蒙特利尔。跟温哥华相比，蒙特利尔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，更有历史感，也是教堂云集的城市。人们说，在这个城市随便扔块砖头就能砸到一个教堂的玻璃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St. Joseph 这个 Oratory， 今天的天气真阴呢，现在还下着那种微微的小雨。整个的大箭头，我后面的建筑还是非常漂亮，但是呢，大半截都在雾里边，仙气飘飘，朦朦胧胧。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。走吧。这个大教堂挺有意思的，一进门首先是个小餐厅，让你进来先消费一下啊，吃饱喝足再开始逛。哦，没错，也挺漂亮的。天哪，你看看这个大教堂。这个教堂内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，跟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圣母大教堂的风格就很不一样。昨天的那个圣母大教堂主要突出的是精致华丽，这个大教堂的感觉就是一个词：雄伟气派。它的层高也更高，然后它的宽度也更宽，而且我感觉我在这边虽然很小声的说话，但是其实还是有淡淡的回声的。加拿大最大的教堂。真的吗？你咋知道？我们刚才查的历史资料，1924年开始建，一直到1967年完成。而且这个教堂它的这个穹顶，就是现在我头上的这个巨大的穹顶，它也是整个世界上第3大教堂的穹顶。我们这次出来的前2天也看到了好几个教堂。不过这个圣约瑟夫大教堂真的是把我们震撼到了。这边不仅有我们见过的最大的大堂，整个教堂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可供参观，感觉可以在里面待1天。我们现在从那个大教堂那个大厅出来以后呢，推开前门，然后现在到了这个 St. Joseph 这个教堂的外面，这边的风景好漂亮。这个教堂不仅是大，而且它是站在一个像是一个小山坡的岩石上面，就是地势特别高。这个教堂是蒙特利尔最高的建筑，
这个说政府现在如果新建任何的教堂都不能超过它的高度。除了信仰跟祈祷之外，圣约瑟夫大教堂最被人熟知的是健康和治愈。这是由于这个教堂的创始者 Saint Brother Andrew 在他有生之年用灯油治愈了无数的病人。整个教堂最下面2层也安放着安德烈的心脏与遗体，每天还会有无数人来这边祈祷健康。这个教堂的地下宫殿真是深不可测。都往地下走了2层了，这还要继续往下。以为这边就是一个教堂，结果在这里面转了快3个小时了，还没出去。这个教堂里面，大家如果来的话，建议安排半天的时间，有博物馆，有地宫，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好好看看。我们现在逛完了这个圣约瑟夫这个大教堂，它的对面呢，就是这个安德鲁当年刚开始做传教的这个小教堂，也就是这个大教堂的前身。这个小教堂其实呢，虽然是规模小，但是在外形上来讲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漂亮的。我们进去看看。走。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小教堂里面，大家看我手指的方向，这些有这么多的拐杖。据历史介绍，他这个教堂的创始人这个安德鲁传教士。他当年呢，就用这个教堂里的这个灯油啊，治好了好多这个瘸子的病，所以这些拐杖呢，就是当年被治愈的瘸子留下来的。据说当时这个安德鲁传教士啊，这个用这个灯油治好了成千上万人的这个疾病。后来安德鲁传教士去世的时候，整个这个皇家山上面布满了过来悼念他的这个被治愈的病人，说当时这个景象蔚为壮观。这个蒙特利尔本地这个市政府没有办法，就规定当时1分钟必须至少要有110人完成悼念，这样的话1天才能把这几10万的人让他们全部瞻仰完。圣约瑟夫的大教堂啊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值得推荐，5颗星，5颗星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蒙特利尔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，叫做 Mount Royal 皇家山。没想到今天这个天气其实不是很好，有点小阴雨，但是皇家山这个山道上面的人可真多。我们也去这个山顶去看看风光，据说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蒙特利尔，看到这个城市的全貌。走，看看这人啊。不过现在好像太阳又有点要出来的感觉了，亮了一点。希望下午天气越来越好。好，再看看这里。哇，这是蒙特利尔的整个当趟的市景啊！哎呀，值得一来，值得一来，赶紧的。一来了以后，正好天开始有点晴了啊。今天我们来这个皇家山，上天真的很帮忙。现在上到山顶来，到观景台来，突然间阳光出来了，云也散了，蓝天也出现了，真的是太美了。说实话，蒙特利尔这个downtown真的是要比温哥华大很多，不愧是加拿大第2大城市。这个高楼啊，就这个写字楼啊，就比温哥华downtown多好多，而且它的这个纵深downtown的这个纵深也很宽。昨天我们就感觉蒙特利尔市中心大，今天是感觉是真大。从皇家山下来，现在已经下午2点多了，我们都超级饿。我们准备去吃整个蒙特利尔人气最高的餐厅，没有之一。这么多的人，现在是下午2点40，并不是吃饭的饭点。我们要去吃午餐的这家店，竟然排了有30-40个人。哎呀，排的吧，估计有至少半个小时起。
我们今天中午来吃一家这个蒙特最网红的一家三明治店，牛肉三明治。队伍太长，我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只能去隔壁买了这家甜品店买了点 cookie 吃。哎呀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好我眼尖，我刚才看到这家吃这个三明治的店，它旁边还有一个小门，感觉是同一家呀。我进去一问，原来在街上排队的那个是等着在店里吃的，这个小门呢这里面呢是 take out， 所以我们也不用坐在店里吃，然后我们就来 take out 这里买了。这边排队速度就快很多。来给你们看看我们这个，据说啊是蒙特利尔的一大特色 smoke meat 熏肉三明治。来给你看看，哇，这个三明治看着这肉，哇，一层一层的，这么多层肉，里面还抹着黄芥末酱。这熏肉做的确实好，它这个熏肉啊，外皮其实也是炙烤过了，焦焦的，里面肉特别的香，而且一点都不油腻。真香！看看这个红灯的红椒，哇，这灯笼椒还是挺辣的。这个熏肉好香，这个熏肉就是烟熏那个肉的味道，它没有过多的调味，突出的就是这个牛肉的嫩与牛肉这个的醇香，太棒了。刚，哇，再来一口三明治，哇。你看那个肥，看这个肥肉，就让这个整个三明治一点也不会觉得干。Michael 又点了一个 poutine， 他们这边的熏肉的这个 poutine， 看看这熏肉 poutine 上面满满的熏肉啊！哇，你看看这个芝士啊！我不得不说，这个熏肉和这个 poutine 完美结合。让我这个poutine专家尝一尝，怎么样？哇塞，这肯定好吃，能不好吃吗？哇 ，cheese gravy 是炸薯条，再加上这个肉，估计是4样能量最高的东西放在一起，你说这个能不好吃吗？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热量更高的东西了。啊，太棒了，真的，这真的好吃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好吃，隆重推荐。哎呀，吃饱喝足，路都不会走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蒙特利尔一个很奇特的一块建筑群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群，它其实是个住宅小区，叫做 Habitat 67啊，67号栖息地。它是错落有致的一家一家的，很多家的那个地板啊下面是空的，住在这里面感觉就像住在外太空似的，很有意思。我朋友说住在像这样的奇特的房子里面，每天晚上回到家是不是跟走迷宫一样，才能够让我回到自己家里去，因为它里面的路可能不是横行竖直的。现在来到了蒙特利尔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华人超市，叫世纪超市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。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个蒙特利尔的华人超市到底全不全。温哥华的大统华 TNT 和蒙特利尔的 CNT PK 一下，看看哪个华人超市更厉害啊！蒙特
特利尔蒙城的这个火锅蘸料也是很齐全的，各种麻辣香锅啊，小龙坎牛油火锅啊，这也是在家可以吃到比较正宗的中餐的。万万没想到，在蒙特利尔的这个华人超市，竟然买到了温哥华没有的东西。大家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小时候吃的小浣熊方便面，在这里竟然还有。关键是，哎呀，我特别爱吃的这个鸭血粉丝汤，这在温哥华已经完全断货了。竟然在蒙特利尔的超市又被我找到了，特别开心。这次蒙特利尔的华人超市收获颇丰，赞！这个华人超市逛得不错，我觉得东西挺全的，相比温哥华的大统华来讲，稍稍逊色一点啊，稍稍逊色一点。我们现在到了蒙特利尔的又一家华人餐厅天府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这家蒙特利尔的川菜，看看怎么样啊？这道菜是干锅雷笋，是我们朋友推荐的，说是这家餐厅天府的特色菜。它是那种还蛮香的，就是干锅味还蛮重，就是蛮地道的。比起温哥华来，蒙特利尔的华人餐厅跟超市当然少很多，不过我们亲测还是有一些不错的选择的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。明天我们会去到东部之行的下一个城市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我们在蒙特利尔川菜有个天府，然后呢还能去兰州牛肉拉面，然后呢还有东西比较全的华人超市。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华人味在这面还是可以的。干锅雷笋排第一，回锅肉排第二，露露最期待的水煮鱼排第三。